為什麼說《寒窯賦》是中國歷史上最洩露天機的文章呢？說真的，這篇文章每個人都該好好讀讀記記，平時很難聽到這麼完整的解讀，句句都戳中人生要害，建議先點讚收藏，有空的時候反復閱讀。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你看那蜈蚣，110條腿跑起來，卻不如無腿的蛇；雄雞翅膀再硬，飛起來還趕不上小家雀。這說明什麼？咱們引以為傲的本事，手裡攥着的資源，在命運面前可能什麼也不是。作者怕你不服氣，緊跟着補了2句扎心的：馬有千里之能，非騎不能自往；人有衝天之志，非運不能自通。千里馬沒了騎手，跑再快也到不了目的地。你本事再大，沒趕上好時候，照樣寸步難行。這2句話直接打破了天道酬勤的完美幻想。他用最真實的比喻告訴你，時運才是根兒，才華本事都得排在後面，沒了運，什麼都白搭。你肯定會說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別急，作者早把你心思摸透了，接着就用一串名人舊事把你說沉默。孔子文章蓋世，照樣在陳蔡遭困挨餓。姜太公武略超群，80歲前還在渭水邊釣魚混日子。顏淵品行好的沒話說，偏偏命短，30出頭就沒了。惡名昭彰的道直，壞事做絕，卻活了大歲數。堯是千古明君，偏偏生了個不成器的兒子。舜的老爹瞽叟又蠢又頑固，卻養出了大孝子張良、蕭何、晏子、諸葛亮。這些人開局也不是什麼豪門貴胄，時運一到，照樣封侯拜相。再看楚霸王項羽何等英雄，最後卻在吳江邊自刎。劉邦當初就是個小亭長，反倒坐擁萬里江山。李廣征戰一生，匈奴都怕他，到死都沒混上個侯爵。韓信沒遇到劉邦時，窮得要鑽人褲襠，運來了封王拜將，運走了轉眼就丟了性命。從上古到秦漢，10幾個例子擺在這兒，作者幾乎是霸道地告訴你，別再從才華人品努力裡找成功規律了，根本沒有規律，唯一的答案就是時也、運也、命也。你覺得名人離得遠嗎？作者馬上把筆對準咱們普通人，有先貧而後富的，有老壯而少衰的，滿腹文章的，頭髮都白了還沒中舉，才疏學淺的，偏偏少年就金榜題名。身邊是不是常有這樣的人？年輕時窮得叮當響，老了反倒發家。有的少年得志，晚年卻潦倒落魄。有才的考了一輩子沒中，沒什麼墨水的偏偏一舉上岸。這話是不是戳心？皇宮裡的宮女，國破了可能淪為娼妓；塵堆裡的女子，被貴人看上就能當夫人。青春美女偏招愚蠢丈夫，俊秀郎君反配粗醜妻子。命運這架梯子，從來不管人間道理，更狠的還在後面。蛟龍未遇，潛水於魚鱉之間；君子失時，拱手於小人之下。就算你是蛟龍，沒遇到機會，也得跟魚蝦混；就算你是君子，時運不濟，也得給小人點頭哈腰。聽到這兒是不是特別沮喪？可這恰恰是世人對《寒窯賦》最大的誤解。他點透命運無常後，早就給凡人折了條破局的路。衣服雖破，常存禮儀之容；面帶憂愁，美報懷安之量。衣服再爛，做人的體面不能丟；心裡再苦，安身立命的格局得留住。人可以窮，但志氣不能短，內在的修養和氣度才是扛過難關的硬盔甲。時遭不遇，只宜安平守分；心若不欺，必然扬眉吐氣。作者拿自己當例子：昔吾居洛陽，朝求僧餐，暮宿破窯。布衣不能遮體，沾粥不能充飢。上人贈，下人厭，人皆言无間。非无間也，此乃時也、運也、命也。
當年住破窯，吃不上飯，人人嫌他窮，可他從沒輕賤自己。如今身居高位，人人捧着，他卻說非無能也，此乃時也，運也，命也。嗟夫！人生在世，富貴不可盡用，貧賤不可自欺，聽由天地循環，周而復始焉。這才是韓堯賦最通透的地方，把成敗和自己剝離開。成功了是時運好，別飄；失敗了是時運差，別餒。盡人事，聽天命，放下攀比和執念，專注過好自己，這才是他給的終極答案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